好，那我们开始啊，我们开始上课了。新来的同学呢，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啊。有新来的朋友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那么今天这张尺幅呀，稍稍有点大啊，是100乘以57。如果你觉得大啊，觉得大的话呢，你可以裁一个4尺3裁的也行啊。猫头鹰晚上好，纸裁错了是不是？我这个纸啊是6尺3裁啊，我6尺3裁之后呢，就成了一个100乘以57这么一个。差不多这么一个尺寸啊，其实尺寸呢差不多就行，没必要非得那么精准啊，它只要是个长方形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啊，那么这幅作品大家看啊，看它的一个构图。那么首先这个2只喜鹊是在画面的中间位置啊，在中间位置，一个朝这边，一个朝那边，对吧？顾盼有这种顾盼关系啊，左右顾盼的关系互动。晚上好，闲云野鹤，闲云鹤来，闲云野鹤。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它的一个构图啊，那么一个构图呢，这个梅花呀是这么从左下角啊，或者从左下角往右边这么一条 C 字形的线啊 ，C 线弯曲的曲线这么上去，对吧？一个大的势。那么这个石头你看看，它形成了一个交叉的一个势，对不对？形成了一个夹角，对吧？石头是从右下角向左边这么过去的，所以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形，对吧？那么这个稳固的三角形，就是画面首先它构图是比较稳定的，比较稳定啊。那么我们再看它梅花的一个出枝啊，配合的一个出枝。大家看梅花的枝啊，你先看这个旁边的这个小图，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有2根啊，2根，一根粗的，一根主的，一根辅的，下面一根短的，对不对？那么这2根枝子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形状啊，也是比较一样的，是一个 C 字形，这么一个反 C。那么这边呢，基本上也是一个反 C 啊，但是底下多了一根，就形成了一个 S 形啊。那么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它基本上都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C 字形，或者看作一个 S 形都行。那么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它俩其实是一个什么关系？一大一小啊，一个大小板的区别，对不对？其实是一样的啊，一个平行关系，对吧？一个平行关系。这个就是我之前有经常给大家说啊，出枝的规律之一啊，有一种出枝方法叫平行出枝。你可以2根枝子啊，长得差不多的2根枝子，你可以把它处理成啊一大一小，然后平行交错的这么进行，也是形成这么一个夹角啊。那么这种出枝方法就非常的简单，对吧？大家可以记一记，大家可以做笔记啊，这是重点的知识，构图的知识。你们总说要学习构图知识，对不对？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构图的规律。哪怕你先只会出1根枝子，你把这个枝子画好了之后，你再画一个小的枝子，和它一模一样的，哪怕进行一个交叉，那么会形成一个新的构图，一个完整的构图。这就是构图方法之一，构图规律之一。大家记一记，有回放啊，回放在老师的课程里边，你点老师的这个小黄车啊，直播间的小黄车，买到课程之后啊，就会有回放，好不好？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讲到的啊，这个构图呢，就是一种平行出枝的构图，好不好？好，下面啊，更加详细的知识呢，我们边画边讲，好吧？边画边讲。好了，那么确定好这个位置啊，我们就先画2只喜鹊，对不对？2只喜鹊呢，基本上是在纸的中线部分。晚上好，菊妹，我把它折一下吧，不然大家看不出来啊。这个构图啊，总体来说是比较简单啊，的啊。所以今天这幅作品啊不难啊，并不难，比较简单。今天肯定1节课是能画完的啊。别看它尺寸大，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啊，老师选择这幅作品呢，主要是教大家啊一个出枝构图的方法，
因为很多同学啊，虽然学画画学了好久，对不对？但是对于真正的构图的一些规律呢，并没有掌握多少啊，这个知识并没有知道多少。好，倒墨汁。今天用一点好墨啊，好纸好墨。哎，现在没有这个墨了啊，都改名了。这是我很多年、好几年前买的了啊，7、8年了吧。今天都是用的老物件，用前摇一摇啊，摇匀了。那么这个墨会用的比较多啊，可以多倒一点，也不要倒太多啊。这个墨呢也比较贵，对吧？那这个墨汁它是比较浓稠一些啊，比较浓稠一些。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有的同学啊，在生宣纸上啊，你比如画这个用墨线呢，直接勾线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什么318几节回放？120节啊，120节，120节课，包含小写意、墨骨啊，还有飞禽走兽等等。以小写意和墨骨为主啊。刚才说哪儿了？说这个勾线，对吧？墨，我们在使用墨的时候，有的同学可能对墨的控制一开始不会控制得很好，特别画一些比较工细的地方，那么怎么办啊？可能画下去会比较阴。那么有的同学啊，不想让它阴的话呢，怎么办呢？你墨里边你可以加一点赭石进去，哎，你的墨汁里边啊，你调一点颜色进去，调一点赭石，哎，像这样的矿物色进去，那么再勾的线呢，它不会特别的阴啊。这是一个小技巧，大家不知道的同学呢可以记一记啊，下一次你就可以试验一下。好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喜鹊是在纸的中间位置，中间偏左一点点啊，中间偏左一点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枝子是这么出过来的，对吧？这个枝子从左下向右上。那么我们喜鹊这个喜鹊呢，基本上在左边1/2处啊，脑袋在左边1/2处。你画的低了一点没关系，对吧？我们可以把石头缩小一点就行了啊，不要画的太高。我看一下啊，瞅一瞅，大致就是在这儿吧。那么老师画这个喜鹊啊，一般从这个嘴巴开始画啊，画青鸟。那么它的这种青鸟啊，画的还是比较细致啊，画的比较细致，不像偏工笔一些啊，不像这种特别大写意的啊，不像什么八大呀，像他们这样的不一样。所以画的时候呢，光线有点暗，是不是啊？光线这次大家，因为光线我直射的话，直接照的上面呀，好像更暗一些。一会儿画了墨，看好不好一点啊？它可能有一点什么自动补光还是怎么回事？我也没玩转这个东西啊。灯光暗吗？很暗呀。调一下。好一点吗？感觉还是，感觉没什么太大差别呢。好，开始了啊，开始了。从嘴巴开始啊，不要画太大。如果有同学找不准比例啊，参照一下好不好？参照一下。
哎呀，好久没有用这个红星的宣纸了啊，好久没有用了。嘴巴，嘴巴呢尖上，你看看两笔啊，两根线交一起的时候，这个地方哎就粗壮一些，因为他们吃食物呢，这个嘴尖是比较的，嘴尖呢要比较有力啊，所以呢你可以画的稍稍大一点，对吧？啊，稍稍粗壮有力一些，不是大一些啊。哎，晚上好，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把眼睛给它画出来啊，把眼睛给它画出来。那么眼睛啊，像这种普通的禽鸟啊，常规的禽鸟呢，它通常这个眼睛就在嘴角的上方啊，就在嘴角的上方，对吧？上方啊，可以偏后一点点啊，偏后边一点点。我毛笔稍微侧着一点吧，不然看不到啊。两笔，哎，两笔。再点眼珠，那么眼珠啊，你可以留一点高光，也可以选择不留啊，也可以选择不留高光，都可以。可以留一点高光，也可以选择不留。一周几节课啊？一周目前我是每天差不多都能播啊，一周起码是3节以上啊。目前确切的，但是确切的时间呢，我也还没有定下来。在下一周呢，我争取把这个时间定下来。因为最近家里老漏水啊，老有来修水的。好，下面我们来用这个小点点的点法啊，画禽鸟它的一个头部羽毛啊，特别是它头部这一块，比如眼睛旁边啊、头顶，以及到它的背部、肚子各个部分的这个羽毛，它的画法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边它是个小平头，对不对？啊，羽毛比较短，那么通常我们可以把毛笔啊可以压扁一些，压扁一些，压扁一点啊。我放大一点。采用这种点法来画，采用点法来画。我们不讲有点读法，对不对啊？点读法，那么点读法我们通常是用笔比较厉害，对不对？那么像这种，你就是直接啊这样的点，看到没有？哎，前面的羽毛你要是这样点啊，它是比较短促的啊，就像男生的小平头一样。你是这么去点啊，这么去点，然后啊，越往后了呢，头发往后背了啊，往后背了，逐渐变长了啊，哎，往后背一些，可以稍稍加一点水啊，不要太干啊，看到没有啊？稍稍往后背，同样也是采用这种点的啊。连点带拖啊，连点带拖。看看手法，注意手法啊！你看，注意老师的手法，小写意啊，小写意的这种手法。那大写意呢，就横过来一笔直接过来了啊。小写意它是比较注重啊，注重这个特征啊，注重特征的。好，接下来，那么到这边之后，你可以呢。哎，大胆一些了，可以大胆一点啊，大胆一点，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必须得是皮比丝毛，对吧？哎，所有的是都是皮比丝毛来画，也不是啊，也不是。好，往下，胆子越来越大啊，胆子要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大了，看到没有？那么同样啊，下巴这一块呢，同样如此啊，用这种轻轻的啊，笔尖看压扁啊，轻轻的，看到没有？散风有一点这种散风的感觉啊，就像长了胡子一样，对吧？然后注意转向啊，注意转向，转下来，慢慢的，慢慢转下来。哎，慢慢转下来，看到吧？很细致，对不对？讲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吧？啊，注意头部的点法。好，到了脖子部分啊，脖子部分稍微豁达一些，好不好？稍微豁达一些啊。注意毛笔的连贯性啊，注意毛笔的连贯性。注意用笔的一个连贯性啊。换一支啊，不要继续用这个狼毫了啊，换一支羊毫或者是尖毫，因为狼毫啊吸水不行，蓄水能力差。好了，那么紧接着就是它的一个背部，看到没有？一个背部，背部与脖子部分的一个衔接。可以采用这种大胆的啊，毛笔呢直接一顿下去啊，然后干了之后，顺着这个啊来一点丝毛，背部它是背部啊是中间是深色，中间是深色啊，两边呢是浅色白色，用这个虚的啊，用这个散风。那么我们说过啊，这种鸟类啊，它是什么形？卵形，对不对？哎，是一个卵形啊，就像是鸡蛋一样，对吧？像鸡蛋一样。那么哈，这一圈呢，就是它的一个背部啊，这一圈整个啊，就是它的一个背部，然后这一圈呢，就是一个羽毛部分，哎，羽毛部分。那么侧面这一部分呢，也是它的侧边的羽毛啊，那边的羽毛。那么它的飞羽呢，有一层啊，还有一层怎么样啊？大的啊，我们稍稍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分解一下，好不好？哎，不会画鸟的同学呢，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地方注意看一看，重点看一看，缩小一些，太大了啊。不会画鸟的同学注意看一看。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结构啊。到这边了之后呢，就是尾羽，尾部的腹羽之后再上去就是尾巴了，哎。那么到这边是腹部连接的啊，是它的一个腿部。那么腿部啊，这边就是腿羽啊，然后连接的就是两只腿啊，两只腿，好不好？好，那么分出来之后，我们就怎么样用点读法啊？用点读法继续用点读法来画什么？画它的一个翅膀啊，把它的一个翅膀点出来。啊，翅膀点的时候啊，第一层可以是怎么样啊？一笔两笔啊，两笔形成一片啊，两笔形成一片。
哎，然后把整个这一层啊给它画出来。第二层的墨色呢，也可以什么样重一些，可以重一些啊。红心的这个生宣啊是非常深的啊，是和我们的之前咱们用的那种生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好久没用了，还有点不适应。所以红心纸它适合画大写意啊，适合画大写意，配合着水来画，出现的墨韵会比较好一些。好，上面呢就是尾巴啊，画的略大了一点点呢，感觉还行啊，幸亏尺寸大今天。那大写意啊，坐着画不容易画好。对呀，像套娃一样，像俄罗斯套娃啊，一圈一圈一圈这样的啊，就是我以前课上会经常给大家讲的这种方式。啊，那个尾巴呢，它可以是首先可以用淡墨先来画一遍啊，干了，稍微干一之后呢，用重墨再来补一补。虚起啊，虚起，起的时候一定要虚。哎，注意拐个弯啊，稍稍有一点拐弯的感觉。一根，第二根呢再粗一些啊，第二根要再粗一点点。像写字一样啊，收笔有个缠头燕尾的感觉。收笔。3笔。往下啊，可以逐渐的颜色啊、墨色啊，可以逐渐怎么样啊，变浅一点啊，逐渐变浅一些都没关系啊。1笔、2笔、3笔，对吧？好，再呢用一点淡墨啊，用一点淡墨。哎，晚上好，同志，晚上好。用一点淡墨，把这个尾部的腹语这一部分，稍稍的给它勾一勾。那么这是小写意啊，小写意呢还是比较注重什么？注重物象的真实，对吧？大写意呢更加注重是什么？概括能力啊，概括与提炼。好，然后呢，重墨啊，重墨把爪子给写出来啊，爪子呀要像写字一样，看，像写这个楷书啊，像写楷书似的，看到没有？哎，爪子，这是有骨骼感，看到没有？像骨头一样，哎，两边呢顿一顿，写的时候，你看，对吧？爪子自然而然啊，这个尖的部分啊，指甲这块儿，稍微啊，有时候起笔时候顿一顿啊，停一停啊，它就出现类似于骨骼的这种感觉啊。加粗一点啊。这边
哎，两个爪子啊，干了之后把石头给它添加上就可以了。好，比如说这边翅膀部分这个墨色啊，我稍稍干之后呢，可以呢给它加重一点啊，再来丰富一下里边的墨色变化。那么加重的时候，不是说让整体加重，加重的是它的羽轴，它是有羽轴的，明白吧？大家，哎。它是就像鹅毛笔一样啊，它是羽毛嘛，它中间那个硬轴啊，它叫羽轴，它是有羽轴的，所以你只需要把羽轴的地方给它加重一点，加重一点。好，那么继续，那么画旁边这一只了啊，画到旁边这一只了，好不好？画旁边这一只，画的略微大了一丢丢啊。那么一开始我们用狼毫啊，用狼毫笔来画。有新来的同学啊，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击老师的头像，点点关注。如果能够点一个粉丝牌呢，就更好了。找准位置啊，平行过来。那么这一只啊，它的一个位置，脑袋的位置在哪儿呢？哎，在它的身体平行，与这一只的身体平行处，对吧？这么倾斜的，那还是比较好画的啊，比较常规的这么一个动态，对不对？比较常规的一个动态啊。首先起笔啊，压下去，眼睛在嘴巴中线偏上一点点的地方，哎，偏上一点点的地方。那继续啊，我们的用刚才的方法。那么刚才我们用了什么方法？毛笔压扁啊，对不对啊？毛笔压扁啊，小寸头，小笔触这么点啊，小笔触这么点，一定是这么个方向来点，看到没有？一定是这么一个方向来点的啊。点到一半的地方开始呢，转向啊，换方向了。下面呢，同样是这样的啊，你看是这样的来点。那么老师的这个画法有没有根据呢？是有根据的啊，同学们可以看看明代林良的画法，明代林良的那个灌木叫什么？灌木杂情图还是什么一个长卷啊？你看看它里边的好多喜鹊呀、小鸟啊，有清晰的这种笔触方向啊，有清晰的这种笔触的方向，所以呀，我们学习的其实都是古人的方法啊，古人的方法。看，那么林良对后代的很多的画家、花鸟画家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你包括华严呐，包括八大山人呐，哎，他们很多的画法，禽鸟的画法都是从这儿来的，所以这个点读法啊，小笔触的点读法和大笔触的点读法都能够画不同形态的鸟啊，不同形态的鸟。脖子部分，哎，脖子大家这个鸟的脖子大家见过没有啊？如果见过鸽子的脖子，它脖子立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羽毛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是一个像人字形一样啊，往两边散开。所以，哎，这个小写意的时候，它这个用笔可能是这样朝两边这样用开啊，虽然是墨色，看不太清楚，对不对？但是你要有这个意识，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明白吧？这样就有这个羽毛蓬松的感觉，它不是稀里糊涂的把它画成一个纯墨的、纯黑的，对吧？所以呢，要什么观察啊？好，结合一下。那么到了腹部这一块，两半啊，用笔一半啊，这半可以往前去一点，因为它会大一些。
后面一半小一点。这是一个胸部。好，那么侧面的它的一个羽毛，它其实是这样的，对吧？它像套娃结构啊，哎，我们用套娃结构继续来套一套，看能不能成功啊？你看看，背部有背部腹羽，背部腹羽之后呢，就是它的一个什么飞羽了啊？哟，画多了一点啊。那么就是一个套娃结构，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一个套娃结构了？啊，上课时间表啊还没有确定啊。目前呢，咱们几乎呢是，周一到周五啊，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如果不上课的话，我会在群里边通知大家，在咱们的抖音群里边通知大家啊。如果我临时有事啊，上不了的话，会通知大家。好不好啊？会临时通知大家。好，那么下面把毛笔，我们看看这个套娃结构，如果是个侧面的小鸟，它成不成立啊？你看，这是刚才画的是什么？胸部这一块，对不对啊？哎，墨色淡一些啊。那么到这边啊，羽毛它是这样的，它腹部的羽毛是比较长的啊，它要遮盖住啊，要遮风挡雨，它就往这边去。那么整个它仍然是一个卵形，对不对？仍然是一个卵形，那还是一圈套着一圈啊，一圈套着一圈，对吧？哎，然后你可以调一点墨色，在老师套的这个圈圈这范围之内呢，把羽毛啊，把腹羽呢给它加上就完事儿了，对吧？给它加上啊，给它加上。首先你知道骨头啊，有了骨骼之后，哎，再加上什么笔墨啊，笔墨就是肉，对吧？好，下面我们把石头画一画啊。这个爪子呢，先不慌画啊，等石头画了之后呀，等石头画了之后，我们再来定一下这个爪子啊。我感觉稍稍画高了一些啊，画高了一点，应该再画低一点的，稍稍高了一些啊，高就高一点吧。所以坐着画画非常画写意画呀。坐着画写一画不容易看准啊，容易看跑偏啊，这个视角不对啊，视角不适合纸面是垂直的，它不垂直啊，容易画的走形。这就是为什么那会儿呢，老师给大家画那个画大老虎的时候，有时候画走形了，对不对？有时候画着成了大头虎啊，成了大头虎，脑袋就变大了，就是因为坐着，如果尺幅太大啊，你坐着画很容易造成这种问题。好了，那么现在这个尾巴啊是将干未干之时，我们用浓墨呀，把它的羽轴给画出来啊，从头到尾，在中间啊偏中间的地方，把羽轴啊给它画出来。啊，这就是小写意，小写意还是比较的讲究啊，它讲究这些细节的处理。是的，画大了。好，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如果是用素墨画，可能效果会另有一番风味啊，别有一番滋味。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在抖音上看到过。有位叫范志斌的画家，对不对啊？你看他画的啊，他那个墨呢，好多就是素墨。范老师是
虽然他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啊。他是我们学校跟我是同系毕业的，我们俩是一个系毕业的，所以算是啊我们的师兄弟吧。但是他不认识我，比我大很多。但是他的名字啊，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老师经常会提起一些比较画的比较好的一些啊毕业的一些师兄师姐们。好，下面这个石头啊，画石头呢要豁达一些啊，石头十分三面，对吧？十分三面，你把这3个面表现出来，然后注意线条的这种。哟，是吗？是花富老师的老师啊，他是我师兄啊。你看看这个关系一攀了之后，辈分马上上来了，是不是？那我的辈分是不是上来了？占便宜了，不好，这样不好。好，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石头给它轮廓啊，弯轮廓给它勾出来。首先用墨色啊，用墨色呢，你可以不用太重啊，一开始把握不好啊，你就淡墨就可以，淡墨啊。毛笔呢，一开始掌握不好啊，毛笔就不要太湿啊，你就干一些。如果你感觉自己掌握的挺好的啊，那么这个石头的画法就比较多了。哎，你可以先演示一下，好不好？演示一下这种比较泼辣的啊，这种大写意风格的石头。那么通常我们是勾轮廓，然后往里边填，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自己行了啊，觉得自己还不错啊，你可以首先蘸饱满的墨啊，笔尖蘸墨，同样是蘸一半啊，笔尖蘸墨蘸一半，对吧？那么我们看这个石头，哎，这个石头它是有几个层次，对不对？有几个层次啊，有几个层次。我缩小一点，太大了啊，今天尺寸整大了不太好。那你就可以啊，先呢这样整体的铺墨啊，也是可以的，对吧？铺墨。那么它的一个石头，我们看一看，它整体是什么样的？是纵横交错的这种线条，画完之后，这个墨色是不是要干一些了？笔上的墨色。那么现在我用这个干枯的散锋啊，呢，我来衔接这一块啊，来衔接这个，画出这个石头的形状来。然后继续蘸墨啊，可以浓一些，也可以呢淡一点。穿插一下。那么这样墨色的层次变化是比较丰富、比较自然的啊，你注意啊，这个石头啊，十分三面啊，它的横截面啊，纵向的这种用笔是不一样的啊，横向与纵向的用笔方法不一样。那么它是有一些像画大写意山水的似的这种感觉，看到没有？哎，要有留白，同时还要有淡墨，要有重墨。这是石头顶端的这一块啊，不要再画了，再画大了，这个树干就没法整了啊。好，走下来啊，接着走下来。那么到下面了，它墨色啊不是那么的，下面的墨色不是那么的多了，对不对啊？墨色变化不是那么多，以线为主。那么到这之后呢，我们要以线为主啊。注意线条的一些停顿啊、顿挫，看到没有？这种就是节奏。经常说画画的节奏，什么是节奏啊？像这样的啊，一段一段的这种就是节奏啊。这一段呢，不要过长，也不要是停的比较平均，对不对？
皴擦，皴擦，把石头的这些面，这种体积感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看到没有？那么这个可以有一些出入啊，因为石头这种东西它有没有固定的，它是没有固定形状的，所以啊，你画的时候以体现笔墨为主，所以画的时候要放松一点啊，你尽量的用它来体现你的这种笔墨。你可以忽略它的形状啊，可以忽略掉了它的形状，不要一模一样。你画的时候啊，看一眼大差不差，你就自己画，这样呢，你的笔墨不受约束，对吧？那么不受约束啊，它会发挥的比较自由一点啊。谢谢黄四啊，慢慢悠悠的啊，慢是有点慢啊，画画，特别是上课，以前画画还挺快啊，特别是当了老师之后，感觉画画怎么变慢了啊？老师要给人看，所以这个性格越来越慢了。好，注意这个石头它下来的时候啊，要把这个角啊，右下角啊，要把它挡住，要把它盖住。你不要正好对着这个角也不好啊，你可以稍微出去一点，或者呢，进来一点都可以，但不要完全正好对着这个角，可以出去一点啊，可以往上高一些啊，不要对着这个角落这儿来就可以了啊。那么同样呢，这个下面这一块啊，它是有这种切面的感觉，对吧？有切面的感觉。浓墨重墨啊，它是交替的使用啊。有时候呢，它是用浓墨来破这个淡墨，对吧？浓墨破淡墨，干墨破湿墨。线条到了这个地方，它是纵横交替的使用啊，纵横交替的使用，表现这个石头的这种切面感。包括这边你可以皴啊，可以皴擦擦。本来就是无固定无常形啊，有常理无常形，对吧？有常理无常形，那么它常理是什么呢？比较10分3面啊，有常理。那么形状呢是没有固定的形状，所以你发挥一下你自己想象力啊，自己的能力，自由的发挥一会儿啊。觉得哪儿不行不够，你大胆的补它，不要约束。像这样的地方就横向的啊来皴，那么笔尖是有一些重墨啊，笔肚子呢是水，皴的时候它会有这种，也会有一定的墨色变化。往上去。你看这一块呢，墨色比较淡啊，比较湿，你也可以呢，笔尖蹭一点干墨、浓墨啊，这样皴擦一下，对吧？破一破，或者把这个线需要加重的地方加重一点点。墨色变化就会好一些啊，好，那么这个石头啊，咱们也先放一放了啊，好不好？爪子也先放一放，等它干。我们接下来把树枝来画一下，把树干来画一画啊，尺寸呢整大了啊，整大了啊。好，那么树干啊，这个树干它画的呢也是比较的小写意啊，比较保守啊，画的很保守啊。先是用这种
淡墨啊，干墨、干笔、淡墨，你看看，写出通过这种类似于双钩的这种侧锋用笔，可以侧锋用笔。有时候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从纸的外面往里面画，要从纸的外边啊。如果你从这个地方起笔，会非常重的一个墨点，会有非常重的一个墨点。之前看大家的有一些作业我看到，比如画个荷花、荷杆什么的，如果从这儿起笔，就会有个非常重的一个墨点，你可以从外面画外进来也是比较自由一点那么这有个竖8，对不对？它是勾完之后皴一皴，干笔、枯笔这么皴，难度不大。所以今天的这幅作品呢，难度并不大，它的笔墨非常的好理解，构图也不难构图也不难大家要降难度，今天降难度了，对吧？好了，那么稍微呢就穿插一下然后呢浓墨破一下淡墨，对吧？干墨破一下湿墨，差不多。下面是在这儿这么上去的一支，那么它是以一个淡墨汁为主以淡墨汁为主，非常淡的一个墨色算是一个，这严格说来大家觉得是个什么构图既然咱们这个同学何磊同学问了咱们讨论一下，大家觉得是一个什么型的构图呢？喝口水。S 型、之字形，都不一样。C 型，还有吗？还有没有别的答案？算 C C 型。其实我们看假如说你不看这个石头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对角构图，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一个对角，角对角的这么一个构图，从左下角到右上角去这么一个构图大家说 C 型呢也对其实也像是一个反 C， 对不对？像一个反 C感觉 S 也行，对吧？对角构图我们看整体。那么像这种是什么构图呢？我们就看它的一个整体的感觉也可以说是什么构图呢？谢谢菊妹同学也可以说是什么构图呢？我们知道马远下归是怎么说来着？半边的这种构图，它是不是有一半是空白，有一半是画了东西的，对不对是不是半边的构图所以不光是山水有，对不对？边角式构图，对，不光是山水有这种构图，花鸟能不能有？也能有，对不对马一角下半边，对吧？马一角下半边都可以。所以只要你学了之后你都能给用上这些东西。你看它旁边这个枝子呢，又用了一个什么浓的，比较浓的干干浓浓的这种枯墨、枯笔的方式，出了一支。这是为了破这个淡墨为了破这个淡墨。先这么画着先这么画着，回头点这个梅花，回头再来点梅花。别画多了好，看不到底了，因为纸太大了这个纸大了。
纸画大了啊，不是纸大了，是这个画呀，是有点大。当时我看着的时候呢，我觉得三裁43裁差不多吧，但后来我自己试了一下啊，感觉43裁呀小了，因为什么？喜鹊它大呀，这个喜鹊尾巴老长了，你43裁这个喜鹊往那一画，横面基本上快满了，对不对啊？你还有这么高的这个梅花，不好画啊，不好画。所以我干脆啊，就来个6尺3裁了啊，来了一个6尺3裁。好，那么像这个树干啊，树干你也可以先怎么样？先用淡墨啊。画法很多，保守一点，你可以先怎么样？先勾，对吧？先勾。大胆一点，先淡墨，把这个形给走出来。啊，把形走出来，起码要走什么样？走一遍，先走一遍。把形走一遍啊。你看这个枝子出在哪儿？这个枝子和这个喜鹊的这个脑袋的一个关系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别太高了，太高了上面的东西画不下。啊，大概这么走一遍，然后这一块呢要留出来画什么？要留出来啊，画梅花，空一点，然后走。注意行笔的一种。那么到了上面的小枝啊，细枝了，墨色可以相对来说重一些啊。用笔呢，可以选择中锋用笔。哎，什么你知道的这些枝子的画法啊，都可以上啊，都可以往上上。蟹爪枝，什么鹿角枝，对不对？我说的是在自己的这个以后，你比如说自己创作的时候，那么这些啊都是可以运用的啊。比较多，先不画了啊，等梅花点了之后再来穿插也行。好了，那么到了底下，你看看到底下这一块，我说了它是一个平行枝，对不对？是一个平行枝，下面的这一枝啊，它与它平行的长上来啊，只是呢它的不是那么的完整啊，不是那么的完整，而且墨色可以偏重一些，小枝的墨色一般都要偏重。哎，粗干呢，主干的这个墨色啊，通常会怎么样啊？偏浅一点啊。好，可以冲出去啊，可以冲出去。侧锋。好了，现在来该勾的勾，该点的点啊，该勾的勾，把它的一个形状补充完整。那么注意线条要有一定的这种曲折、波折与斑驳啊，不要像勾白描似的了。好的啊，谢谢大家，休息一下啊，喝口水。有新来的同学啊，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给老师的头像啊点点关注，加入咱们的粉丝团啊，加入粉丝团。以后的上课画什么内容啊什么的啊，都会发在里边。我吃点饭呢，吃点饭有点过分了，喝点水还行。
好了，那么下面我们，这个枝子继续啊，继续啊。首先可以现在差不多了，我感觉差不多了，你可以勾花了啊。点完这些花，把花点一点，然后呢，最后啊再来看看枝子需要穿枝的，我们再给它穿啊。因为主枝已经写出来了啊，已经画出来了，所以现在可以呢点花了。那么这个梅花呢，我们用的颜色啊是这个，通常是用朱砂加曙红啊。如果是直接是用曙红的话呢，它颜色会比较冷一些，加一点朱砂进去啊，它颜色会暖一点。来挤一点朱砂啊，再挤一点曙红。梅花大家都画过啊，那么今天用颜料，你可以用你正常的这个咱们的有的那个玛丽颜料就可以，不需要用吉祥颜料了啊。好，来点梅花了啊。这个花呀，你可以用一支大毛笔点，你可以用一支大一点的毛笔啊，就咱们之前用过这个花开富贵，对吧？胖嘟嘟的这个毛笔。花也是有深浅变化啊，有深浅的一个变化。好，主要的啊层次，它是通过这种深浅来分的这个画面的花的一个层次。梅花呀，就是五瓣对吧？那么点的时候，我看看这个颜色，略微鲜了一些啊，加一点曙红吧，加一点胭脂，加点朱砂，说错了，加点朱砂。注意它的一个排列啊，可以有大的，有小一点，有大一点，有小一点，看到没有啊？有大一点，有小一点。那么有正面的呢，它就有什么侧面一点的，比如说相对来说，有侧面一些的，开到一块儿去了啊，对吧？开到一块儿去了。那么底下呢还有没有啊？被挤着了啊，被挤着在底下。被挤在底下了，能不能行啊？也能行，对不对？也能行。好几朵。哎呀，这个颜色这么鲜呢！我用的朱砂啊，朱砂呢调的一点曙红。你要觉得太鲜亮了，一会儿浅色部分啊，你可以加一点朱标。好，我们先来快速的把这边点出来啊。那么同样是分组点呢，有正有侧啊，有遮有挡。那么你一笔这么点下去，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分出什么深浅变化来了，看到没有？它就有了颜色的深浅变化啊。同样要注意这个长在这个枝子上面的，那么它还有什么背面的，对不对？还有背面的，背面的怎么画呢？你就沿着这个小枝子点出来就行了。回头啊，点这个花托的时候，你就点在这个小枝子上面啊，点小枝子上面。那么它画的比较密集，画的比较密啊，加一点水，颜色可以稍稍淡一些的啊，可以淡一点的。水头大一点的啊，淡一点的，比如后面的对吧？后面的
花瓣有大有小啊，这样呢它就有了这种层次感啊，有变化。花朵呢是有俯有仰，对吧？有俯有仰，哎，有遮有挡啊。那这边。有大有小啊，有大有小，小的颜色可以重一些啊，大的颜色可以浅一些。先把整体画出来啊。对，可以加一点点淡墨啊，可以加一点点淡墨，但是你要注意不要加脏了啊，可以稍稍加一点点淡墨。这个比较鲜啊，这个颜色用的稍鲜了一点。回头一些小的花朵呢，你可以加一点什么，加点胭脂进去啊，或者像刚才那位同学说加点淡墨就是了啊。没关系啊，一会儿干了之后不会有这么鲜啊，干了之后会浅很多啊，放心吧。现在看着鲜啊，干了之后啊会浅很多。好，画完之后，同时呢，小枝子啊，穿一穿啊，小枝子穿一穿，点一点。哎，小枝子穿一穿啊。这边加一点，把这个树干的形给挤一挤啊，给挤一挤。同样啊，现在你也可以顺手呢，用这个墨色呢，把一些花托给它点一点，或者把那个花蕊有的地方可以给它勾一勾也行。那么这个啊，我们用这个比如墨色啊，勾一勾，点一点，对吧？哎，像这样的啊。不要等它完全干了，如果完全干了，点上去呢，它就比较死板啊。现在稍稍湿了一点啊，你可以过一会儿再点。我顺手就把这个什么花托部分，里边可以给它稍稍点一些，稍稍点一点啊，然后继续啊往上面继续画。一会儿一口气，我们再把这个所有的花蕊给它点出来就可以了。哎，这个颜色是有一点深啊，有一点这个鲜了，加一点朱标吧。
加点注标啊，也可以呢，加一点赭石也行啊，不加一点这个胭脂也行。胭脂会非常冷啊，胭脂这个颜色更冷，它会比曙红还冷。你看加点注标之后呢，它这个颜色就暖一些，啊，就暖一点，对吧？点这个梅花就不要太拘谨啊，不要说我要跟那个原画点的一模一样。点的时候你注意一些大小疏密的一些错落关系啊，把它注意到就可以了啊，不需要点的一模一样。稍微放松随意一点啊，放松随意一点啊。现在你可能看不出花型来啊，回头花蕊啊一勾，那么这个花瓣的形状它就有了。其实有时候它就是随机的啊，随机的，先是一顿点，点完之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啊再来勾花蕊。先别老想着这一朵是这样，那一朵是那样啊。有时候呢，就是一通点，点完之后我再来想想啊，根据已经画了画面的情况来考虑，它是一朵什么形状的花。别怕。好吧，别点多了啊，到下面来。下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啊，有密密麻麻的，不要。那么主要的就是这一块，对不对？这下面这旁边的这些地方呢，它就比较随意一点，比较随意一点，就不要点那么多啊。淡墨，然后把这里边啊，就是有一点淡淡的这种红色的感觉就可以了啊，有一些淡淡的啊红色的感觉就可以了。这里边呢，就是有一点红色的感觉啊。寓意好啊，梅花报喜图。
它其实就是深深浅浅、虚虚实实，你看看这样的一些结合。好，再来啊，这边还有呢，这个左边啊也是一通点呢，点完之后呢，我们再统一的来勾这个花蕊啊。你看今天这幅画一会儿就画完了啊，今天应该是我感觉不到9点能结束呢。如果有时间啊，我们一会儿画完之后再画一幅小幅的，好不好？画一幅小幅的啊。注意出枝。那么它的枝子啊，看看都是围绕着这个主枝，与主枝同一方向的平行的进行这种出枝，对吧？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一个是啊，它能够让几枝啊形成一根主要的这种势啊主势，同时这种构图方式它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啊，好掌握一些。那么大家把这种构图方式学会了啊，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怎么样进行创作，那是比较简单的了啊，手到擒来了。多试一试，还是很好控制的啊。一种方式的啊，给它吃透了，对吧？哎，每一种方式都给它吃透，就是一通点。你先不要考虑每一朵的形状，你如果考虑太多，你点不好的。先是一通点，但是你点的时候要有一种感觉，哎，要有一种什么感觉？大大小小、疏疏密密，你要把这个感觉找着啊，这种节奏感找着就行了。稍稍啊，有一点这个节奏感，你看到时候我肯定就能给它画成一朵花啊，花蕊一点呢，我保证它能成一朵花就行了，对不对？你别看我现在感觉乱糟糟的啊，感觉像是在瞎点瞎画啊，一会儿一成型啊，你吓一跳。像这种，特别是梅花呀，像这样的比较繁密的这种花呀，你不能说是一朵一朵的去画它了，那累死了啊！还想着朵朵不一样啊，那更是完了，不能想太多。对，没有给老师点关注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关注一下，没有什么损失的。下一次课呢，咱们就开始画一些动物了，好不好？小协议也画完，啊，再画个动物。
或者再画一张小写意之后，再来画动物都可以。然后再是画墨骨啊，这么轮着来，这么轮着来。好，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先勾吧。先把花形啊给它弄出来啊，花的形状给它弄出来，颜色稍稍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么原图的这个颜色，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颜色太冷了，因为我看了这个田世光他很多的作品，他画了很多梅花的相关的作品，他用到的颜色啊，不是我现在图上展示的颜色，基本上就是这种朱砂色啊，基本上就是朱砂色的这种梅花啊，并不是我图上展示的那种像这种比较粉的这种啊，比较冷比较粉的这种梅花啊，不是那样的。不信同学们可以搜一搜啊，它的那种是以朱砂为主，同时啊，这个朱砂里边还比较暗沉，可能是加了一点淡墨。对，这个特别是网上的一些图片，差距非常大，与这个真实的。好，来勾一下。来勾一下啊，先点个圈啊，先是一个圈，那么这个呢就是一朵，对吧？然后再来点的时候点的有错落一些啊，对吧？错落一点。那么这边又是一个侧面的，看这是个，我可以把它点成一个侧面的，是不是啊？那么底下它就有什么？有花托啊，底下有花托，你点个墨点啊，墨点多一些啊，必须得有墨来衬托这个红色。那么像这样的地方，小花骨朵啊，你可以点成小花骨朵。这刚刚说了是一个什么背面的啊，是一个背面的，点的时候让它长在背面的感觉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小花苞啊，小花苞。有了这种重墨啊，有了重墨的加持之后，它就更加显得有精神了啊。特别是啊，再加点胭脂啊，不光得有这个重墨，还得有重的红色，就是我们的胭脂了。上一点胭脂啊，你看这个干了之后会浅很多了。那么这个颜色呢，我认为是比较接近原画的啊，不然的话，像图片这个粉紫的这个颜色啊，看着有点不高级。然后有些地方，你给它加重一些，那么它的一个层次感呢就有了。特别是加一些什么小花苞啊，你可以点，有些空里边你也可以点一点，把它当成墨来用也是可以的，当成墨来用也是可以的啊。特别是要让它掺和到哪去呢？可以掺和到这些颜色里边去啊，掺和到颜色里边去。
融进去啊，让它融进去。好，然后勾墨还得继续啊，墨没有墨不行。各种朝向都要注意啊，各种朝向，对吧？你看，就是花蕊决定了这个花的一个朝向，怎么开就看你花蕊朝哪去。花蕊多重要啊！可以点击老师的头像，关注关注啊，老师加加油打打气。但我不是福袋啊，下这个发个福袋，我试一试。哎，现在是不是就能发呀？我一会儿看看啊，我瞅瞅这个福袋功能怎么用。老看人直播间发福袋，发福袋让抢福袋，福袋是怎么个用法？得研究研究才会啊。等我研究研究啊，回头给大家发个福袋啊，活跃活跃课堂气氛。不然那你看看，就我一个人在叭叭讲。白菜那张好，回头发一下啊。
好像是要，是要干嘛？我看了一下啊，好像是点粉丝牌，然后分享直播间，就有机会抢这个福袋啊。写意作品，嗨，咱们这个就是具有纪念意义，起码对吧？不说具不具收藏意义，起码具有纪念意义。哪天真是飞黄腾达了，那是具有收藏意义了。那不是具有收藏意义，那是具有价值。我也希望这天快点来啊！等会儿把这个，等会儿得把这个石头啊、树干呐、这些颜色啊往上一铺了之后，它就会显得整体一些。现在颜色显得不大完整，啊，慢慢来，一步一步的画。画画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能心急啊。可以像是遮挡住啊，被遮挡住的，挡一半儿，露一半儿。购课送一幅，啊！那给老师送穷了，那我画都画不过来。小的呀，小的行，比如1平尺这样的啊，也试一试吧。哎，回头等我试验一下，我看画一幅小作品大概多长时间。没事，画一幅小画呢，应该是要不了多长时间啊。你看这么大的一幅，也快画完了啊。那么画一幅小的，感觉也还可以，可以接受。1平尺就是33乘以33，一个小正方形，或者画一个小圆卡、小扇子啊，都可以啊。那都是算1平尺的。好说话，对，商量着来嘛。
开心最重要啊，开心最重要。只要大家在一起，是吧？这个课上的高兴了，怎么都可以。你上的不开心，上的不开心那就不行啊。你给我上高兴了，这个小蘑菇也能送你一幅；上不高兴了呢，停课2天，对吧？等我下了课，我学习学习怎么发福袋。发出去了。画太大了，下次画个小一些的，画个小点的。除了什么飞禽走兽画大，以后这种尽量不画那么大的了。坐着画这种大画呀，特别不得劲儿。站起来画吧。没办法呀，华蕊他就是花时间呐，也不能没有这东西啊。小淡墨，整一整。画大画太累了，我现在好一些啊，我现在站起来了好一点，坐着画特别不得劲，坐着画特别难受啊。没有给老师点粉丝牌的啊，赶紧的点个粉丝牌，加个关注，没准下节课我就会欠你一张画了。
这个石头上面啊，可以加一些重墨，再来改变一下啊，提一提，更加醒目一点。你看画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石头有颜色，石头有颜色啊！我先把墨加了之后，再来画颜色啊。不光石头有颜色，树干也有颜色。那么现在啊，有些地方需要重墨啊，不然没有一幅作品啊，如果没有重墨的话呢，对，喜鹊的爪子，这张画不太沉得住。所以我这边啊用了一些浓墨，再来提一提。你看，哎呦，站起来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疼了，真好，看的也全面了。要凳子干嘛呀？像这个枝干上面，对吧？有一些地方干的这种重墨啊，给它皴一下、擦一下啊，醒目一点。需要提的地方，对吧？像这个枝子啊，有些地方也是要用重墨过一过，走一走。回头再来点颜色。提一提啊，醒色。有些地方，看用笔的时候啊，有一种用笔，你看像刚才这一笔逆锋插进去，折钗骨，逆锋啊。那么这个画出来，这个是味道，线条的味道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这种用笔的方法啊。所以啊，用笔的方法要怎么样啊？要不能太单一啊，要丰富变化。小花骨朵，再点两个。
好了，啊，小爪子，喜鹊的小爪爪。这个小爪子呢，就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3根，3根小爪子。哎，不能太细了，因为这边画的比较粗壮啊，所以呢，这边它虽然呢看到的部分呢不多，但是也不能过细啊。倾斜一点，让它再倾斜一点。好。啊，这个嘴巴不对啊，这个嘴巴画的不，还有一半没画出来啊。它有个厚度，你看我这眼神啊，这么重要的一个变化竟然没有画出来。然后这里有个小舌头，一会儿呢再勾一个小舌头。小舌头呢就是一个和梅花颜色差不多啊。粉嫩粉嫩的啊，干一点，毛笔干一点，这个舌头别勾成大舌头了，毛笔干一点啊，不要太重，淡一些。哎，有一点点就行了。你毛笔如果太阴呢，容易勾成一个什么大舌头。然后用这个颜色蘸一点点淡墨，淡淡的墨啊。嘴巴里边这个颜色给染上，给染上啊。那么这个喜鹊的嘴巴呢，就是染成一个淡淡的，染成一个花青墨的颜色就行了。整点花青啊，谢谢大家。一会儿9点给老师点点赞啊，看看有什么奇迹能发生。我也很想知道。调点花青加淡墨。画的时候注意不要全部涂死了，就沿着线啊，沿着线这样来画。眼睛啊，就用赭石啊，赭石加点淡墨啊，赭石加点淡墨。留一点高光出来，留点高光出来。肚子可以染一点太白啊，可以染一点太白，染一点太白效果可能会好一些。染太白之前，有些地方呢，你可以适当的先穿插一点颜色进来啊，也可以。你不染太白呢也行啊，可以染一些。
但是我的水太脏了，我不太好染了，我都染脏了啊。如果想让染的同学，你可以，肚子这一块呢，可以蹭一点什么淡淡的这个赭石啊，或者是淡淡的花青啊，蹭一点啊，肚子上轻轻的蹭一点啊，像这样的，先蹭一点，然后再来染这个白。包括这边也是，然后再来染这个白。白呢就染在肚子部分，肚子啊，还有这个背部这一块白色区域就可以了，好吧？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把石头染颜色啊，石头呢我们再染颜色，树干再染颜色。那么石头树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一个赭石色啊，赭石色。赭石加一些淡墨，或者可以加一点，先是淡淡的赭石啊，缩小一点。对同学们给老师啊点点关注啊，加人气。赭石呢？加点赭石。每次，对，我每次我看到猫头鹰啊、菊妹啊，还有峨眉俏妮啊在给我打广告，我看到了，我不说两句，我感觉这是到底是谁的事儿，对不对？你就感觉不像话。就想起了上班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想起了那会儿在公司的时候呀，每回上体验课，领导呢领导，我们那个直播间是个玻璃门，啊，上着讲的正带劲呢，领导拿个大白纸写上了要提示我啊，要开始要营销要做广告，然后悄然后就贴着让我看啊，就讲着讲着，突然有个人就拿个大白条放我跟前，就是这种感觉，真的，一样一样的。只是说现在是明目张胆的在提示我，那会儿呢是比较谨慎，就是你讲课讲的好好的，突然有一个人就给你打断了啊，给你提示。后来呢就干脆啊就贴到我那个屋里边电脑主机上面一张，这个灯啊旁边是个灯，灯上贴一张，镜头上面盖上面贴一张，可烦死了。后来他们也放弃了啊，不让我上了。不是那块料。后来就开始折腾梁田老师了，给梁田老师折腾坏了。
看给梁天老师折腾成啥样了啊！天天一上课，一上来就是小宝贝儿们大家好，哎呦，想想挺搞笑。杨田老师啊，我是什么？人见人爱话，怎么说来着？那个台词儿，都学不来。对，杨田老师对他能适应，他脸皮比我稍厚一些，感觉。天天跟说相声似的啊，是人见，哎，见你就笑的什么梁田，见人就笑的梁田老师，哎呀，太搞笑了。对，他也挺搞笑。我俩那会儿，只要一上体验课之前，那几天是愁眉苦脸的呀。啊，对对对，头发少，眼睛小，见人都想问个声好啊。对对对，就这词儿。不知道呢，我也没联系啊，最近大家都各忙各的了，最近都没咋联系，回头问问啊，回头问一下。对，梁田老师特别逗。啊，集体点赞，哎呦，过时间了吧？又忘这茬了，不好意思啊，是不是又错过了整点呢？这个浅的这个枝干呢，可以稍稍的用这个花青啊，用花青呢，淡淡的花青啊，用淡淡的花青，哎，这么走一点，蹭一蹭，这样呢，它会显得统一一点。好了，那么这幅作品了，算是完成了，算是完成了。由于尺幅太大，没办法给大家展示整体，只能是这个样子喽。
由于尺幅太大了啊。好，接完之后我们再画一个小幅的啊，不辛苦啊。咱们也就写这个报喜图，好吧？也让这个大景老师了，帮我落一个款啊。好，落好款了啊。好，落好款，可以盖上章。那章就不盖了啊，咱们抓紧点时间。我先放一边了。这个位置你就自己看着图自己找一下。我这个尺寸跟这个原画尺寸也不一样啊，我这个纸比较宽一些，比原图要宽一些。那么翠鸟它这个嘴巴是非常长的啊，像这种翠鸟啊都是嘴巴比较长啊，尾巴呢是非常短的，因为是在水里边，像这种就是水里，哎呀，好像是不是过长了一点呢？因为它是在水里边啊，在水里捕鱼的，所以嘴巴一定要长，嘴巴短了捕不上来呀。那么它的尾巴就会短啊，因为尾巴如果太长了，就会影响它捕鱼啊，影响它捕鱼，拖泥带水的就不好了。回头墨骨呢，我们争取再画一画啊，教大家再练几套之后啊，我们再就墨骨呢，以这种团扇或者是扇面形式，或者是1平尺的这种小的啊为主来画。就画完一张，大家都能存一张，就是绝对是。我看了作业群里边啊，有的报课了的同学，他交在作业群里边的作业我看了啊。有几位同学画的非常不错，出乎我意料了啊，太厉害了。你看眼睛旁边的这个小羽毛啊，小羽毛要放大一点啊。眼睛旁边的小羽毛它怎么点呢？小眼神啊，小眼神很犀利。我这个翠鸟嘴巴画长了一些，刚刚一讲话走神了。
一笔给拉太长了。好，那么这个地方啊，有个小鼻孔啊，小鼻孔，三角形小鼻孔。好，换一支小毛笔。那么翠鸟呢，它这个底下啊，我们可以先用赭石，或者先用淡墨啊，或者赭墨，挑个来个中等选项啊，赭墨。我们用赭墨进行打个底，试一试。帮老师点点赞啊，帮老师点点赞，点点那个什么，点点关注啊，然后点点粉丝牌啊。同样啊，点读法，那么有没有同学上过那个之前上过咱们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记得啊？老师在画那个，在画什么？在画孔雀的时候啊，还有在画那个老鹰的时候，是不是啊？它是怎么样的3排，对吧？哎，它是3排这么个点，看着啊。因为它的头上，它的羽毛的走向是按照它头上的结构来的。你看看这个点读法，它的妙用啊，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点，它对应着你可以画出不同禽鸟的这种感觉啊。看这个点法，这种点法啊，这都是技法，都是技巧。看到没有？好，那么底下这一块我们需要批笔丝毛吗？哎，可以丝，也可以大笔触概括，都可以。那么田世光呢，它是比较细腻的啊，它可能是慢慢撕啊，慢慢撕。如果不撕的话，我就大笔触的概括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再撕，好吧？一会儿上色了再撕。同样是几笔啊？2笔啊，同样是2笔。它的身体嘛，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是怎么样的呀？它是2半啊，脊椎型动物嘛，所以同样是2半啊，脊椎型动物，可以给它加重一点一边啊，来表示一下。好，那么后面啊，往后面就是它的一个什么部分？翅膀部分，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说的这个什么方式啊？这个套娃的方式，你就可以理解了。哎，一边的是这个，就是这一边啊。这是腹语，这是大腹语。后面重的这一圈就是它的一个初级飞语。再用重墨，什么样？知道吧？主要是咱都是熟人了，对吧？又不是说第一次认识，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你看，翅膀尾巴稍稍一带啊，就稍稍带过就可以了，带过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肚子部分呢？这边啊也是可以继续呢，用这个淡淡的折墨呀，给它盖住啊，盖住啊，这样它就整体了。然后肚子部分就是用这个朱砂，还是朱砂，继续暖暖的朱砂，确实有点忙不过来啊。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家里还漏水，还有乱七八糟的事儿，还得处理。你不是漏个水呀，没事找个事儿呀，你这防不胜防。好，嘴巴这一块我们从这儿啊一笔过来。哎，一笔过来啊！注意这个形状，注意这个形状。稍稍带两笔啊，稍稍带两笔。那这边，这是它的一个腿部，就是另外一只腿啊，它是这么转过来的身体啊，身体是这么转过来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结构啊，理解这个动态。嘴巴部分可以用淡墨啊，可以淡淡的墨色，先给它，这样显得整体一些啊，显得整体一些。好，显得整体一些，对吧？那么它的一个腿啊，它的一个腿是在这儿啊？是在这儿。翠鸟的爪子好像跟普通的鸟爪不一样。翠鸟好像前面只有两个爪子，前面只有两个爪子。我们正常的这个鸟爪前面是3个，对吧？刚才画的喜鹊，翠鸟好像是前面2个，后面2个，一共4个。呀，真的吗？我看看，这位大哥，忠诚啊，离太远了，是不是？他说来玩呀，他说有空来玩啊，来玩请你吃饭，给你画画啊，帮我修好。两个指头，看到没有？露2个指头啊，露2个指头。干了之后，我们在上面再覆盖颜色。这个就跟我们那个泼墨啊、泼彩呀差不多。你泼彩的时候，底下是不是得有墨，对不对？如果是在生宣上，你等它干了之后，你再往上面加颜色，明白吧？是不是啊？就这么简单啊！
好，那么现在啊，出来一个枝干，枝干是从，哎呀，不知道是哪儿，是什么原因，谁也没查出来。哎，来了好几波人都没查出来，然后灰溜溜的走了。从这儿啊，那么这个枝子啊，它是出在正常的话，我们比如说做那个讲构图，我们讲构图的时候是讲9宫格，明白吧？就是分成3等份，3份啊，然后这边分成3份。那么我们看啊，这么分的话，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哎，你看，重要的东西都是在这个等份线上面。你看到没有？这个鸟是不是在这个线上面？那么出枝，这个枝子出枝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线上出下来？对不对？我把那个图放出来啊，您看，对吧？它通常是在这个线上面啊，但是不能平行，不能是两边比重一样，比重不能一样。如果这边有了，那边呢叫错开啊，叫错开，这也是一个构图的一些规律。可以放出来，放这边来吧，不然大家看不到。明白呀？明白就好。好，从上面下来啊。用这种长锋啊，先拧巴着啊，拧巴着下来，走的时候拧一下笔杆儿。哎，你看，画树难画柳，对吧？这个柳树啊，其实是很难画的啊。柳树其实想把它画好是不容易的呀。你看它的这个枝条呢，它是直接用的墨加3绿啊，墨加绿。那么这边枝条我们先用墨色啊，先用墨把底下重的这块，中间这块啊这块。那么你看这边出枝的时候，是不是又从1/3，大致1/3的边上啊出下来的枝子，对吧？这个柳枝啊，看到没有？大致呢是从这边出来的。我这个纸感觉短了，你看我纸到这儿就没了，它这个纸比较长，所以呢，我就得压缩一下了，不能完全一模一样啊，不能完全一模一样。垂下来，我这直接到底了啊，直接到底了。那么这个柳条啊要有韧劲儿啊，柳条要有韧劲儿。所以呢，它跟那个画竹枝子啊，竹条，是不是啊？跟画竹条，用笔要有弹力，要用笔啊要有弹力，要注意什么？注意交叉啊，看看注意这些交叉。平行了，我就得破它一下，对吧？你看看，要有力量。然后破墨啊，你看这个赭石加了一点破墨之后啊，穿插一下，颜色比较好看，皴一下。就说好不好看吧。那么这个柳条你可以加一点绿色进去啊。
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赞，点点关注啊，点个粉丝牌。注意这个线条的使用啊，注意线条的使用，千万不要过快的甩下来，你看，不要太快啊，要注意一点速度，控制一下，同时要注意它的一些平行啊、变化呀、穿插关系等等这些。好，那么底下呢有一颗石头，底下有个石头，石头咱得给它先画了啊。我这个稍稍短了一点，纸短了，我看看啊。好，你看这个红心纸啊，就是好。你看这个颜色啊，瞅瞅这个颜色，这是峨眉俏妮送我的镇纸，真好，都是玉镇纸。好，石头在这个下方啊，它是又是一个斜向的，你看到没有？你看它构图特别有讲究，你发现没有？构图有讲究啊。两根柳枝是这么打开的，看到没有？是一种大开的形式。那么这个翠鸟与这个石头又成了一种夹角，是不是啊？它俩又收啊，有开有合。我经常讲开合，那么开合是不是只能是，比如这个枝子打开了，然后上面个枝子合下来，它也可以通过其他的画面当中的其他的物象，让它有这个开合的感觉，对不对？你看到没有？这个翠鸟它这个朝向，哎，与这个石头的朝向，它不是形成了一种合的势了吗？所以有了开合了，构图的妙处啊！大家看画怎么看画，怎么读画呀？不仅仅是说照着这张画把它画下来就完事儿了啊，不能是那么简单，要读懂它，懂不懂？不是说我今天照着这张作品，哎，我把它画的，哎呀7、8分像就很满足了，没用啊，作用不大。最重要的是你要读懂它里边的语言，读懂画家的思想啊，读懂这个大师的思想才行。说了就懂了，是不是？所以你平时自己看画画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得动动脑子啊？动动脑子，读懂他的思想啊，把他的思想放进自己的大脑里边，慢慢就成了你的思想了。
下次用其他纸画不行，咱这不能够苛求，这方面不能够苛求自己啊。用其他纸画了不快乐。我画快一点啊，刚光讲话去了，画的有点慢了。这石头你就先呢，就把它的一个基本形啊给它画出来就可以了啊，然后稍稍有一些皴擦，然后我们快速的把叶子画一画，然后把这个背景啊染一染，干了之后呢，把这个翠鸟的颜色一补一加啊，就齐活了。小翠鸟，我先把这个图放一边去啊，这个图有点碍事儿，收起来吧先。好，那么这个叶子是这个绿啊，绿里边又带一点墨，绿里带一点墨。那么底下的这个叶子，它其实是墨色，先用墨色啊，先用墨色。那么先画底下的吧，先画墨的，再画有颜色的。这也是咱们画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顺序，对吧？哎，先以墨为主。录了呀，这能没录吗？这都没一直开着呢。这上传又不成功。画树难画柳，难在哪儿呀？难在这个叶子上面啊，难在这个叶子上面，难在叶子的这种穿插啊，穿插有时候容易乱，但是有时候又容易特别死板，对吧？因为我之前看过咱们同学的有一些作品啊。好像有一幅作品是什么课里边有一幅作品就是好多柳树叶子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学的哪一课里边的啊。有同学画的就是特别僵硬，对吧？特别的僵硬。那么你要注意这种穿插啊。柳树的叶子它和竹叶呢不同，竹叶是上一头尖啊，另外一头是偏方。柳树叶子是两头尖啊，两头尖。那么你画的时候，有的同学画的这个竹叶特别像柳叶啊，就是两头尖，那么用笔就太草率，有时候他就说撇的时候，他有时候就特别草率，那么会造成怎么样啊？像柳叶的感觉，那就不对。那么我们注意一下这种组合啊。那么柳叶的这种组合方式，如果想要飘动啊，你要组合的时候，你看看能不能借鉴我们学习的竹叶的这种组合方式呢？是可以啊，完全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两片啊有一些平行，那么我在中间就加一片破一片，就是有这种各字的感觉啊，或者介字的感觉，也有这种兰花式的这种感觉，对吧？哎，一笔长一笔短，一笔破风眼。哟，这个没干，哎呀，胀了。同时呢，要注意啊，它两边，它这个叶子往两边去的时候啊，这种这边的感觉和这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它从哪起，从哪出啊，是不大一样的啊。同时注意这种交叠啊，注意这种交叠啊，哎。画慢一点，一开始啊，你画慢一点，特别是
比较复杂的啊，画慢一点，不要画太快。那么这边我没有太干，我不太敢画了啊，这画就和石头糊一块去了。你看这一块啊，创作课是吧？好，那么上面的叶子呢，我们墨里边是用这个颜色啊，以颜色为主，里边再加一些墨色，或者先用这个淡墨先画完之后再来一遍颜色也行，但是有些麻烦啊，你就先用花青调藤黄调出一个绿，花青调藤黄调绿啊。起点藤黄吧。花青调藤黄啊，调出一个绿色。那么这个绿色不要太鲜啊，不要太鲜了。你看看，就是脏脏的这种感觉啊，暗暗的这种感觉，反光是不是啊？哎，就这种感觉，看到没有？甚至调完里边可以加点赭石进去啊，加点赭石进去也行。好，差不多了啊，不要太脏了啊，不能太脏。那么它为什么用颜色呢？这是墨，那是颜色，就有了这种远近的这种变化啊，有了让人会看起来就有远近的变化。注意起笔，你看到没有？有的，这里边还在分小枝啊，分小枝，长枝分短枝，像这样的是吧？也不全是叶子，并且它的叶子它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疏密虚实。那么这几片它就实一些，到了这里边它虚一些。怎么表现虚呢？它后期来了烘染了一下这个底色啊，这种水草啊，这种如水边的这种感觉，烘托的非常的好啊，烘托的很好，很到位。你只需要把那几片叶子啊画清晰了啊，画清晰。回头我们也要烘托一下。哎呀，不知道下节课谁能得到这张小画啊？我都替他感到高兴了，替我感到有点不舍哈。好，上面啊，上面这一块虚一些，弱一些，看到没有？虚一些，弱一些。注意一下这种交叉错落。好，这边也是啊，用颜色啊给它照一下。注意一下，往两边啊，有的比较垂，你看这一片比较飘逸，那么其他后面的两组呢，它比较垂一些啊，比较垂直啊，垂落一些。那么在姿态上啊，呢，它也是给它做了一些主次的一些区分，对吧？主要的这一块墨色的非常的灵动漂亮，
然后这后面的呢是作为背景啊，作为背景它比较垂落啊，相对来说呢就没有那么灵动，这也是做了一些人为的处理。那么这都是我们画画当中在碰到主次问题啊、宾主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做的一些选择。你可以学习这种方式啊，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要画得很灵动，那就没了主次。等它干一干啊，好了，这边呢就差不多啊，差不多等它干一干啊，等它干一干，然后这块墨色的里边，把这个绿叶啊给它再画一画啊，墨色里边把这个绿叶画一画。那么这个里边的这个叶子的颜色相对来说它又亮一点了啊，又亮堂一点了。你只需要有颜色即可啊，水分大一点啊，只需要有颜色即可了这一块啊，你不需要这里边看得多清楚，但是别涂死了，千万别涂死了，你还是得一片一片的这么去画。注意什么？注意这些空隙啊，注意一些空隙。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墨叶子给它描一遍都行啊，给它描一遍都行，让它有一种重影的感觉。但是你别把那个涂死掉了啊，别涂得太死。好，可以了，不动了，不动了。等它干了之后呢，烘托底色啊。现在把翠鸟画一画，翠鸟已经干了。啊，把翠鸟画一下啊。那么翠鸟呢，它的这个绿也是和这个柳叶的绿差不多啊，非常的统一，并不是有的是那种偏三绿的那种，是吧？那就特别的绿。那么它这个绿啊，整体是与画面呢非常的统一啊。再来一点绿啊。就用花青调藤黄即可了，花青多一点，藤黄少一点啊。我看看点出来什么效果啊？看能否盖住。这可能得干了之后再看。现在看感觉看不大出来，藤黄感觉不够啊，补一点点藤黄，边上让它亮一些试试。竟然没有效果吗？这个绿不太显啊，现在还不太显现出来。可能是底下的这个墨色重了一些，等一会儿再看啊，干了之后呢，再看看什么情况。它这个底下尾巴这一部分呢，用了钛青蓝啊，用了钛青蓝。那么翅膀部分呢，它同样是这个绿啊，翅膀部分呢，也是用了这个绿啊，这个绿太低调了啊。假如是三绿的话，就会非常明显。这个绿的太低调了。对，等它干了之后就看看是什么情况啊。现在看不出来，等它干。
干一些了啊，好像能显现出来一些啊，好吧。那么我们用这个太青蓝啊，太青蓝呢来把尾巴画一画，看看应该是太青蓝啊。你也可以用三青啊，三青也行，三青也可以，反正就是个青色。我给大家看一下。尾巴部分呢，就是个青色啊，挤一丢丢，不要挤多了，用不着，挤一点就可以了。没关系啊，湿一点没事儿。那基本上就是个太青蓝的颜色嘛。侧过来，我轻轻的撕一丝毛啊。轻轻的撕一丝毛，等它干了，我们再收拾它一下吧。能看回放啊，大家但是要购买课程才能看到回放。购买课程之后啊，在我们的这个学浪 APP 里边，或者在抖音点我的购课啊里边都有。好，那么这个嘴巴这一部分，我们再加一点深色，用小毛笔加点深色啊，撕个毛。对，在小黄车里边去拍一下就可以了啊。可以轻轻的撕一下，也可以选择不撕，都可以。眼睛呢，就用这个纯纯的赭石啊，眼睛啊用纯纯的赭石。哎，纯纯的赭石。好，下面看一看啊，下面呢，我们可以呢把背景先画一画。背景画完之后，如果看看这个后面的叶子，如果有需要干了之后加重的地方，就直接加重就可以了。然后啊，再画完，我们再来看这个翠鸟，看这个翠鸟它这个颜色够不够？如果不够，继续加；够了呢，就完成了啊，就不用管了。烘托一下最重要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的颜色也丰富啊，有黄的，有绿的，还有赭石，看到没有？啊，颜色很丰富。我先把这个给关起来啊，把这个图给关起来，不然就挡着了。来吧，来一支大毛笔，需要一支大毛笔啊。来个新碟子啊，还得勾一勾这个浮萍啊，浮萍上面有浮萍，你稍微得用墨勾一下，勾完之后才能够
再来染色啊，我勾快一点，3-3-2-2的浮萍，不要太圆啊，不要太圆。哎，有的呢有个小缺口，看到没有？重墨，有些地方啊，再给它提一提。算了，干了再提，一会儿染色了啊，一会儿染色又跑墨。好，大毛笔啊，伺候大毛笔伺候绿，还是刚才的绿，调一调啊，调一调，先淡一些，先淡一些，水头大一点，不要一上来整的太绿了，最后呢都比叶子还绿，那它就不是背景了，对吧？按道理来说啊，这个应该像画云雾似的，先用淡墨来皴擦一下，明白吧？可以先用淡墨皴擦一下啊。画云雾的时候是不是用淡墨皴擦？干墨，淡淡的干墨皴擦啊，对不对？来整一点干干的淡墨啊，我找个废纸擦擦毛笔。刚才的废纸扔哪儿去了？老师忘记啊。对，大家喜欢老师的课的同学啊，赶紧购买啊，点击小黄车购买就可以了啊，点击小黄车购买就可以了。你看这个石头啊，它这些地方它都是有了这个干笔啊，干笔皴擦，你看干一点。你们画云雾不就这么皴擦吗？对不对？水边它也有雾气啊，水边也有雾气，所以啊，道理都一样。这个道理通了之后，这个画法呢，它自然也能通。好，这边这样氛围啊，这是氛围组，氛围组，把它一烘托，你看看，它就会这边要浅淡一些啊，这个柳叶在这儿啊。不要破坏了，不要破坏的太多，破坏太多就不行。这个留白是比较讲究的了啊，这个留白啊，这稍微烘托一下就可以了啊，稍烘托一下，别烘托太多啊。我抓紧时间画啊，别影响大家休息。怎么了？猫头鹰咋的了？
不舒服呀？不舒服赶紧歇着啊。好。半生熟没渲染，半生熟也能渲染，怎么不能渲染？都能啊。上色了，这会儿呢，我们上一点颜色啊，烘一下啊，烘托一下，把它当成这个云彩来画就可以了啊。该来的躲不掉啊，别听着好吓人呢。这个竖着点，看到没有？竖着点，淡的颜色啊，竖着点。还有的地方呢，要烘一点什么？烘一点这个赭石，要烘一点赭石。每个地方根据它的主次、虚实不同，那么它烘的时候这种也是不一样啊，不是说都那么画。调点绿啊，再调点绿。绿不太绿，我用这个钛青蓝啊，蓝加反正只要是蓝加藤黄，它都会变绿，对吧？这一块比较重一点啊。你就沿着这个墨线啊，墨叶再画一遍，画出个重影来啊，画出个重影的感觉。再走一遍啊。哎，有的地方叶子黄一些，包括这些浮萍啊，有的呢，它这个上面啊有一些浮萍。有一些浮萍，底下呢还得烘一些赭石，哎，烘一点赭石。来，我把这个石头底下烘一下啊。老师画很享受啊，对，特别带劲啊，越画越来劲。每当进入2个点以后，这个状态挡也挡不住了。2个点之前可能还收敛一些啊，2个点以后，这个画画的这个状态啊就上来了，就跟陈丹青说的一样，挡也挡不住。
采用这种竖向的啊，这种点法。加粉丝群直接加就可以了。看到老师头像，关注一下，关注看不到粉丝群吗？为什么有的同学能看到，有的同学看不到？我也不知道啊。还有一些水纹，看到没有？水的波纹来那么一点点啊。这个气氛呢，一烘托到位啊，这张画，这个就效果就蹭一下就出来了，对吧？把这个小浮萍给它画一画。现在能看到了吗？不是说要涨了1万粉丝才能看到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浮萍啊，颜色比较鲜绿啊，比较偏黄一些，要比这个颜色偏黄一点啊。再整点黄。这个小画你别看，一开始我看着挺简单的，这画起来也挺费时间的，也挺费时间。就不能太精益求精啊，精益求精的画它就费劲。草草潦潦草草的画呢就好一些。包括这个石头上面，它都点了一些，用颜色点了一些这种点胎。这个颜色，把这个小石头一定要给衬出来啊。那么底下你看看，底下这都是淡墨呀，这都是淡墨啊，淡墨，淡墨，烘它，用淡墨烘。哎，就是这样啊。好，赭石上赭石，底下上赭石很重要啊。这一块的赭石上的非常的漂亮，纯纯的、淡淡的、红红的赭石。以前总是让你们赭石里边加东西啊，这一点赭石里边不要加其他颜色，但是呢不能过重啊。毛笔要干净，不要有淡墨，不要有墨啊，千万不要有墨。淡淡的赭石啊。色彩很丰富，像一幅莫奈的这种睡莲的感觉，对吧？这个色彩啊，玩的很好，很有意思啊，特别越画越来劲，你看。然后旁边微微的还有一些阳光的感觉啊，背光的感觉啊，就是这种背光的感觉。
就像我之前画那个，记不记得教大家画老鹰？我画的那个松树的时候，我先是用花青染的里边，外面用藤黄，让它淡淡的发了点光。我说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早上起来呀，早上去走在路上，太阳照射下啊，那个松针上是这种感觉，是不是？你看生活，观察生活，然后呢，你的体会啊，你看到的东西，你把它融入到画面里面来。你看看，我这是不是找到了一个有共同？可惜呀，田世光老先生。不是一个年代的啊，共同的这种想法，看到没有？某一瞬间的这种想法可能是相同的。哎呀，这个折是重了，哎呀，这边加重了，赶紧的给它融合进去。重了啊，整点3绿。睡莲呢？再挤点花青。我给谁约茶呀？给良田约茶呀？隔得太远了，怎么约？隔那么远，我咋约他呢？好，这个旁边淡淡的这个绿啊，类似于这个浮萍的这种绿啊，水头可以大一些，像这样的水头可以大一些。水头大一点，把浮萍盖住。这个绿啊，这边往这边来啊，然后再来个深一点的绿啊，深一点的这种墨绿色，加一点淡墨啊，加一点淡墨进来都可以。再重一点啊，重一点的。花青多一点。这一张就是玩了啊，这一张就是玩。有时候是认认真真的画，有时候要带着这种玩的感觉，叫什么凡？叫漏凡？你说的是漏凡吗？这不叫漏凡啊。干了之后啊，这个墨的地方啊，石头地方啊，有这个墨点啊，给它加重一些啊，加重一点。好，
回过头来啊，你看这个是氛围组一轰一出动，这个画的氛围就有了。啊，你说，你说良田呢？好，这个绿啊还不太绿啊，还得继续再加一遍啊。这个翠鸟不行啊，这个翠鸟，这个绿不行啊。那么这次咱们就只能是上重一些了，稍微厚一点啊，厚一点，太淡了，干了之后呢不太显现。那么我们稍稍调重一点啊。有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点个粉丝牌啊。对老师课程感兴趣的同学，想跟着学的同学呢，也可以点击老师的小黄车购买课程。一旦购买课程啊，这个是永久有效的。在群里边，老师会给你们只要交作业了，会给大家点评作业，会上传一些课程相关的资料。比如说以后画的这个墨谷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个线稿和一个彩稿啊，都会上传到这个资料里边。还有一些独家小秘籍，一些方法，也会有时候会录一些小视频啊，会传进去。比如上次那个给大家传的那个表板视频，传抖音群也传不上去，包括那个什么群也传不上去啊。最后只能是上传到课程里是能传进去，因为视频会有它提示太大了，它不能超过几百兆就不行，就传不了，所以呢就没办法给大家传。所以购买课程啊会有很多的这种福利啊，算是福利吧，资料吧，学习资料吧，那么课程里边，你看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你看今天晚上你就可以看出来，对吧？内容是很丰富的。像如果学小写意，那小写意，你比如像这种花花草草啊，这种小鸟啊、禽鸟啊这种东西啊，这是老师非常拿手的，手到擒来。只要你想学啊，你看，那么这一遍我稍稍的给它撕毛，以这种方式给它加重啊，以撕毛的方式给它加重，这个效果又不一样了啊，对吧？它更加丰富一些了。所以画画是灵活多变的，它不是说规规矩矩一成不变的。它的方法你学会掌握之后，来回叠加啊，叠加运用，想要什么效果，你马上脑海里边就能闪现出一个技能，是吧？闪现出一个工具，一种方法。重的地方提一提啊。本来是之前的什么技法课呀，包括南北派的这个课啊，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种小写意的名家的作品啊，还有名家作品。那么，在我的这次的课程里边呢，我会慢慢的啊，逐步的都给大家展现出来，以我的方式啊，以我的方式。虽然之前你们学的也是我设计的课程，但是呢，有些是按照人家的方式来的。小爪子，精致啊，精致生活，最好以后有案例公告。
有，本来是想给弄了，结果我这2天我们家老漏水，今天突然下午又漏水，从中午吃完饭之后，结果呢，一群人搁这研究到下午5点多，也没研究出个啥来，我也很无奈啊，被困扰了，这几天都烦死了。然后啊，你看有一些地方啊，该点的这个点，重墨一上啊，浓墨登场，那么这个精神头啊，马上就有了。但有的地方需要皴擦，特别是像这种有赭石的地方啊，你看给它皴擦一下，干了之后。那么像这个枝子啊，就得怎么样啊？就得没干啊，干了之后就有一些地方需要点呢，你就得点啊，浓墨点啊。那么这个枝子呢，就用浓墨点，就不要加水了。特别是湿的时候，你要加水，那跑的稀里哗啦的，就跟我们家漏水一样了就。好。这个嘴巴的颜色略微有一点浅，对吧？哎，略微有一点浅，我们再用淡墨呀，从尖儿的地方到里边。那么像染鸟嘴这样的地方是咋染的呢？不是说涂满就行啊。教大家染鸟嘴的方法，首先鼻孔这一块要重一些，对不对啊？首先鼻孔这一块你要给它一笔，然后嘴尖上面这条线粗一点啊，这么一笔，中间这条线来一笔，底下这个再来一笔，底下通常会重一些啊，会重一些。上面呢，我们通常会留出一点这个高光来啊。你看看这样的话，这个鸟嘴染的就不会太死板，对吧？那么嘴缝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补一笔，那么这个嘴的厚度就有了，好了，那么今天这节课啊，咱们就2幅作品都画完了，干了之后落款是落在这个角上啊，落在这个角上。2幅作品都画完了啊。其实这个后面啊，可以再用淡淡的这个绿色再来一点点，这个层次又多了啊，又多了。那么这一幅作品比较具有这种创造性，对吧？具有创造性啊。哎，怎么突然变黄了呢？是不是突然变黄了？我碰到什么了吗？前面那幅回头发到群里边啊，怎么灯变黄了呀？突然。是不是突然变黄了，对吧？这咋回事呢？这个镜头它是看到我画的这个景色是这种黄昏的感觉，给我来了个滤镜，是不是？我准备几幅好不好？第一张回头发群里边，第一张太大了不好截，特别难截。好，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啊，10点半了，大家晚安。晚安，晚安。